美国男篮奥运5连冠，库里最后时刻杀红了眼，脐带换血，群雄并起。美国男篮暴露4个无奈事实，梦之队的称霸到头了。球场之外，胖杰还在。大家好，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没有意外，美国男篮在北京时间8月11日凌晨进行的决赛中，以98比87战胜法国队，夺得巴黎奥运会男篮冠军。群星璀璨的美国队在半决赛之前没有遇到太大阻碍，一路轻松过关。直到半决赛，他们遇到了3届 NBA 常规赛 MVP 约基奇率领的塞尔维亚队。第2节一度落后17分，进入第4节时仍然落后13分，但第4节美国队打出了碾压式的表现，最终惊险过关。拥有文班亚马和戈贝尔双塔的东道主法国队在小组赛表现糟糕，大比分不敌德国，还差一点输给日本。但进入淘汰赛后，法国队减少了对进攻缺乏威胁的戈贝尔的使用，全队攻防面貌一新，接连淘汰去年世界杯亚军加拿大队、冠军德国队而进入决赛。面对防守强硬的法国队，美国队本场用进攻大杀器杜兰特替换防守悍将霍勒迪首发，这也是杜兰特本届奥运会的第1次首发。比赛开局场面焦着，法国中锋文班亚马连续在篮下制造杀伤，美国队则努力提升进攻速度，试图多通过反击得分。首节美国队以20比15领先5分。第2节法国队一度打出8比0的小高潮，美国队被迫叫暂停。本局后半段美国队3分投开，并重新拉开比分，以49比41进入半场。第3节美国队一度将比分扩大至10分以上，但法国队始终没有放弃。在福尼耶3分命中后，美国队只以6分的优势进入第4节。末节法国队依然死死咬住比分，以侵略性极强的防守逼得美国队频频失误。进入最后3分钟时，法国队将比分追至79比82，眼看形势危急，库里站出来接管了比赛，从2分47秒到0分35秒，他在132秒内投中了4记3分球。最终，美国队以98比87战胜法国队，在对方的土地登上奥运之巅。整场比赛，美国男篮4人得分上双，库里3分球12投8中，砍下全队最高的24分；詹姆斯贡献14分6篮板10助攻，杜兰特拿下15分4篮板4助攻，法国队文班亚马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整届奥运会，美国男篮表现最出色的还是詹杜库3位年龄最大的超级巨星，3人的角色各有不同。詹姆斯主要负责组织和反击，库里主要负责外围投射，杜兰特则更多扮演攻坚角色。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半决赛和决赛的困难时刻，站出来的也是他们3位，他们也都得到了各自的回报。库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首枚奥运金牌，詹姆斯则获得了3枚奥运金牌，还成为本届奥运会男篮 MVP， 也是奥运男篮史上的3双王。杜兰特则成为地球上第1个获得4枚篮球奥运金牌的人。事实上，法国队为这场比赛贡献了诸多亮点，砍下26分7篮板的文班亚马拼尽了全力，隔扣詹姆斯的亚布塞莱也贡献了全队第2高的20分。美国队虽然只有库里砍下的24分较为突出，但詹姆斯、杜兰特和布克同样得分上双，得分点更为分散的美国队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这印证了很多人赛前的预测，但人们大多猜对了结果，却没有预料到过程如此艰难。此次成功夺冠后，美国男篮也实现了奥运5连冠。不过，本届比赛美国男篮遭受的挑战超乎想象，尤其是对塞尔维亚的半决赛，算得上是死里逃生。虽然美国队堪称 NBA 全明星队，但加拿大、塞尔维亚、法国、德国等其他球队也有许多出色的 NBA 球员，这些球队因而对美国队员的技术特点十分熟悉，一些位置上的球员甚至比美国男篮更出色。可以说，和以往历届梦之队相比，如今的美国男篮领先其他球队的优势已经很小了。让美国男篮的支持者担心的是，本届奥运之旅暴露出美国队对詹杜库3位老牌巨星的依赖，顺境需要他们稳固局面，逆境需要他们拯救球队。年轻一些的布克、爱德华兹、恩比德、塔图姆等人虽然偶有闪光表现，但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无法强硬起来。对塞尔维亚的半决赛中，有一幕被记者抓拍了下来，当时美国队比分落后，被视作美国男篮未来领袖的爱德华兹一脸茫然和绝望，与旁边詹姆斯等人的坚毅形成鲜明对比。而3位老牌巨星中，詹姆斯今年底将满40岁，杜兰特和库里也都有36岁。巴黎基本上就是他们3人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至少詹姆斯在巴黎夺冠后已经明确表态，我认为自己不会打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之前也没觉得我会打巴黎奥运会，但4年后我不会打了。今年夏天，美国队罕见地组织了一支超级战队，剑指巴黎奥运会金牌。不过，球队的夺冠之路并非坦途。训练中受伤的杜兰特缺席了奥运会前的全部热身赛，莱昂纳德的临阵退出进一步折损了球队的阵容。不过，强大的阵容
依然是美国队的信心所在。在安排热身赛对手时，球队也没有保密的打算，先后与同组的塞尔维亚队以及南苏丹队交手，战胜两队的同时，还大比分击败了世界杯卫冕冠军德国队，赢下了所有热身赛。来到巴黎，美国队继续保持统治力，伤愈回归的杜兰特首战就迎来爆发，率队取得一场26分的大胜。南苏丹队和波多黎各队同样没有给美国队造成太多困扰。小组赛取得3连胜后，球队在1/4决赛中大胜巴西队35分。赛程进行到这一步，一切尽在美国队的掌握之中。不过，半决赛再次与塞尔维亚队相遇时，美国队距离出局仅有1步之遥。这场比赛，塞尔维亚队从开局阶段就开始压制美国队，最多时一度领先17分，直到比赛结束前2分24秒，库里命中3分球，才帮助美国队反超1分，并将分差持续扩大，艰难锁定胜局。而在决赛中，法国队的顽强也令美国队不得不全场保持专注，不敢有丝毫怠慢。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队会以全程碾压的姿态夺得冠军时，塞尔维亚队和法国队先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虽然美国队最终成功卫冕，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夺冠过程并不算轻松。科比在2019年世界杯前的一句"不要以为你稳了"，用在如今的美国队身上相当合适。连续第5次夺得金牌后，美国队的确需要思考未来。巴黎奥运会，球队发挥最出色的3名球员詹姆斯、库里和杜兰特，分别已经是40岁和36岁的高龄。虽然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发挥，但下一届奥运会时，他们均已经年过不惑，很难抵挡年轻人的冲击。32岁的戴维斯和30岁的恩比德，在4年后也将更加老迈。如今，年轻球员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篮球赛场的主角。20岁的巴黎奥运会最佳新秀文班亚马在自己祖国的赛场上持续兑现天赋，23岁的河村永辉则让外界看到了亚洲人的力量。南苏丹队的17岁中锋马鲁阿奇将在奥运会后成为杜克大学的新生。他出生时，詹姆斯在 NBA 的场均得分已经超过30分。美国队倒也无需对年轻球员的储备感到担忧。随队来到巴黎的哈利伯顿和爱德华兹同样是00后球员，4年后正值巅峰。今年夏天，美国队在 U17 世界杯中再度登顶，新人们的天赋令全世界垂涎。每年的选秀大会也在持续为 NBA 输送人才。当年轻人逐渐走向成熟，美国队可以在国际赛场轻松实现更新换代。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与詹姆斯、库里和杜兰特们相比，相对年轻的美国队球员们仍需要一段时间的打磨。过去2届世界杯未能派出最强阵容的美国队均未能跻身决赛，3大核心已经略显老迈，但发挥的作用依然难以被替代。奥运会后，美国队需要找到下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核心球员。总有一天，老将们会淡出球队名单，届时新人若无法及时顶上，美国队的成绩将不可避免的下滑。当然，这些都是美国队日后需要考虑的问题。眼下，他们还是可以庆祝一番的。老而弥坚的詹姆斯，次次摘金的杜兰特以及依然神准的库里，为全世界球迷呈现了一届难忘的奥运篮球盛会。他们在巴黎不断刷新着历史，创造后人难以追赶的纪录。传奇般的荣誉不里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没有詹杜库3人压阵的美国男篮，拿什么对付其他豪强？美国的这些中生代和新生代球星都已经在 NBA 赛场上扬名立万，但尚未在国际赛场上真正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未有一人达到能和詹杜库比肩的高度。可以说，美国队下届奥运会卫冕的难度将远超本届。当然，若能在奥运会将霸主美国队拉下马，对世界篮球运动来说，应该也是一件幸事。百花齐放，也更能刺激篮球这项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